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魏波先火，提前锁定暑期档爆款，诚意娜扎携手开启武侠剧新篇。诚意新剧魏波先塌房，女2号一句辱华录音，让5亿投资打水漂。资本砸钱造出的武侠爆款，被一段6分钟录音彻底毁了。当红小生诚意主演的《富山海》原本被平台预定为暑期档王炸，如今却因新加坡籍女演员李凯欣的辱华言论陷入绝境。豆瓣刷分水军还在机械复制武侠天花板时，官媒已连夜删除宣传海报，12家代言品牌排队解约，连 AI 换脸都救不了这部预制爆款的崩盘。录音引爆全网，6分钟揭开双面艺人真面目。凌晨，一则标题为李凯欣私下辱华录音曝光的帖子突然冲上热搜。自称李凯欣前助理的网友放出12段录音，其中一段30秒的对话如同炸弹 ：“Chinese people are mostly idiots。”那些蹲机场的私生饭更蠢。更惊人的是，录音中夹杂着抱怨导演要求陪酒，以介入已婚导演私生活的猛料，甚至附带了酒店监控截图佐证。这不是李凯欣第一次踩雷。春节，他在海外社交平台用 Lunar New Year 替代 Chinese New Year， 引发文化归属争议。学生时代霸凌同学的旧闻也被重新翻出，但这次录音里赤裸裸的歧视彻底点燃怒火。李凯欣滚出内娱话题24小时阅读量破10亿，网友怒斥在中国赚着天价片酬，背地里骂观众是傻子。剧组紧急切割，删名字容易，删戏份难如登天。事件发酵48小时内，富山海官微开启毁灭式公关，所有宣传片花中李凯欣镜头被删光，杀青博文里他的名字凭空消失，连豆瓣演员表也火速除名。但尴尬的是，这个饰演唐芳的女2号，实际戏份比女主娜扎还多。据剧组内部人员透露，李凯欣的角色贯穿全剧主线，与诚意有大量感情戏。若强行删减他的戏份，剧情将支离破碎，用 AI 换脸技术补救，成本高达2000万且耗时3个月。更讽刺的是，此前营销号铺天盖地吹捧李凯欣灵气超越娜扎，如今网友反潮，资本强捧的关系户终于遭反噬了。魏波先凉的闹剧，水军刷分撞上撤档危机。早在辱华风波前，富山海的爆款相就充满水分。初，数百个豆瓣账号突然清一色刷起5星好评，诚意打戏封神武侠迷必追神作。离谱的是，剧集连预告片都未发布，就有账号宣称已追完全集。当播出日变成空档期，水军文案却仍在机械刷屏，连日期都忘了修改。网友调侃：机器人比制片方更敬业。捆绑营销同样翻车，剧方刻意对标央视大剧《藏海传》，每逢对方发布新动态，富山海就立刻跟进宣传。甚至发起拉踩话题，比起《藏海传》烧脑权谋，富山海的轻武侠更适合年轻人，结果引发权谋剧粉丝集体抵制。行业黑幕曝光，500万买数据，3万元上热搜。李凯欣事件撕开了影视圈更肮脏的产业链。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富山海开播前购买了数据套餐，10元买400个假粉丝，3万元冲热搜前3，20万刷500万播放量。这种碍事营销已成行业潜规则，从英雄志因张嘉倪争议夭折，到落花时节又逢君换脚补拍后口碑崩塌 ，S 加项目魏波先吹已是固定流水线。央广网曾曝光惊人真相，某顶流明星微博1亿转发量，脱水后真实数据仅123万。当资本把观众当傻子玩弄时，富山海的崩塌早已注定，代价远超想象，从全民抵制到1元索赔。
李凯欣的商业价值在48小时内蒸发殆尽。母婴品牌贝亲因他代言产品销量暴跌，直接索赔2000万。其余11个代言火速解约，律师函堆满工作室。更大的雷埋在其家庭，生父李荣达突然在脸书实名控诉女儿逃税、插足他人婚姻，晒出阴阳合同和转账记录，让事件彻底沦为伦理狗血剧。富山海投资方稻草熊娱乐股价单周暴跌18%，预估损失超5000万。更致命的是，中广联演员委员会已介入调查，参考赵薇、张哲瀚的前例，李凯欣很可能被全网封杀。观众觉醒，我们拒绝预制爆款。当豆瓣网友自发起脱水行动举报异常评分，当官媒北京日报怒斥数据游戏摧毁文艺生命力，富山海彻底沦为行业反面教材。观众用脚投票给出答案。同期播出的《我的阿勒泰》靠真实草原生活逆袭，没有顶流明星的《我的少年时代》用校园情怀斩获高分。真正的爆款从来不是水军刷出来的模板。富山海提前锁定暑期爆款，诚意娜扎主演，剧作开武侠剧新气象。朋友问我，电视剧《富山海》今能播否？朋友这么问，大抵是因为喜欢该剧男主角诚意的很多观众，为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做了很多工作，大量的线下宣传都指向了富山海要在份和观众们见面。若是份不能播，恐要寒了大家的心。电视剧《富山海》的播出平台是爱奇艺与腾讯视频。目前来看，这部戏在今年6月底播出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从爱奇艺和腾讯视频目前在播的电视剧项目来看，这两家平台当下缺乏更大的爆款。腾讯视频方面在播的当红电视剧应该是《长安的荔枝》，该剧属于小爆的范畴，尚未大爆。爱奇艺方面在播的是《临江仙》，这部仙侠剧本来被寄予厚望，但目前来看播出效果不是太好，所以平台方面是非常希望尽快上一部有爆款气象的电视剧的。而这部《富山海》则显然已经提前锁定了暑期档的爆款。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临江仙》在爱奇艺付费直通大结局之后，便是《富山海》的首播日期了。《临江仙》目前播出至第14集，它总计是32集，还剩下18集，也就是9天的时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部《富山海》在本月20号之后肯定会择期上线首播了。结合剧作内容和档期优势来讲，这部《富山海》其实是非常适合暑期档的，放在本月底，甚至于7月初来播，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不妨基于剧作内容来聊一聊这部《富山海》为什么可以提前锁定暑期档的爆款。当下的电视剧作品，单独一种看点类型的，容易造成观众们审美疲惫。比如说，只是武侠剧，就容易落伍。最近几年，绝大多数的武侠剧都是折戟沉沙的，尤其是一些改编自金庸先生原著小说的武侠剧作品。很多观众认为，武侠剧已经没有了当年侠之大者的境界，找不出那种曾经追寻的感觉了。这其实是单一类型造成的审美疲惫。而这次的《富山海》则不然，它不仅仅是武侠剧，而且是一部现代青年的穿书剧。穿书是这部戏的重要看点，也是所有武侠内容的情感前提条件。这个穿书加武侠的设计是自带着编剧的创作智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下的观众们对于纯然的武侠已经缺乏了情感和情绪上的认同，用《富山海》当中的这种穿书做情感铺垫，可以让青年观众们顺利获得情绪认同。可能还有部分观众不清楚《富山海》讲了什么，大家不妨来看一看它的剧情梗概。该剧改编自温瑞安的小说《神州奇侠》，
讲述了一名酷爱武侠小说却被现实磨平棱角的咸鱼萧明明，以小说男主角萧秋水的视角游历了一次武林世界，从武力低微、热血冲动的少年剑客，最终成长为有情有义、守护家国的大侠。此后，萧明明在工作之余也不忘创作，在小说中继续传递人心因义而聚的信念的故事。从这个剧情梗概来讲，这部《富山海》是一部老少皆宜的电视剧。我们这些中老年观众对于温瑞安神州奇侠非常熟悉，所以男主角穿书到了神州奇侠的世界当中，成为武侠当中的男主人公，开始行侠仗义，本身就是吸引人的。而对于青年观众而言，男主角穿书之前的精神生活面貌，就是大家正在处于的面貌，这是很容易带给观众情绪认同的。大家都带着相同的情绪，实现了追剧式的穿书，自然可以在武侠的世界当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升级。穿书加武侠，把老中青三代观众都集合了起来。这是一部父子可以达成和解的电视剧，甚至于可以说，父子之间是能够在一部电视剧当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认同的。另一面，则也需要注意到，该剧的男主角程毅自带着无数的小姐姐型粉丝群体，而且这个群体的素质极高。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是前些天这群小姐姐的留言让我刮目相看了。这群青年很真诚，接受所有真诚的剧评内容，这可不是一般粉丝能够做到的。电视剧《富山海》在剧情内容定位和演员配置上，实现了老中青三代通吃和男女观众通吃的局面。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则是，一部电视剧质量行不行，编剧很关键。这部《富山海》的编剧是刘芳，刘芳凭借拿到了白玉兰奖的电视连续剧最佳编剧提名的主演也是程毅。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提名，白玉兰奖中正剧其实并不算是正剧，而编剧能够凭借这部戏拿提名，显然是编剧技法确实了得。基于如上认知，我认为电视剧《富山海》可以提前锁定暑期档的爆款。好饭不怕晚，当然好饭也真的晚不了，眼看着就要来了。